美国重启81年前的法案，这是对俄罗斯的王炸，中国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了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建绍。近日，美国参议院以100-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租借法案，这是美国自二战以后时隔81年首次启动租借法案。按照这个法案，美国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各样的战争物资，包括武器弹药。这可能就是拜登对付普京的王炸，让乌克兰进行的代理人战争一直打下去。美军的最高将领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就表示，俄乌战争不会在几个月内结束，有可能打上几年和几十年。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，美国刚开始准备放弃乌克兰的，他的情报机构当时预测俄军将在4天内占领基辅，但是现在俄罗斯军队已经在乌克兰损失了400多辆主战坦克。乌克兰方面呢，还在北约的支持下拥有制信息权的优势，并在西方国家赢得了舆论战的胜利。普京期待的乌克兰军队迅速崩溃的局面呢，没有发生。一个马里乌波尔就打了1个多月，将要进行的乌东地区的决战，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马上获胜的。美国在这个时间节点通过租借法案，就是要在物质层面对乌克兰政府和军队给予最大的支持，让这场战争一直打下去。租借法案在81年前与前苏联有关，当时美国援助的物资给了当时的苏联。美国通过这个法案，在二战期间累计投入了501亿美元，前苏联呢获得了113亿美元的物资，获得了大约40万辆汽车、1.4万架飞机、1.3万辆坦克、8000台拖拉机、270万吨燃油、450万吨食品、海量的野战通讯系统等等。这些物资很大程度上帮助苏联打败了纳粹德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年美国通过这项法案时，它的投票比率是59票赞成，30票反对，而今天是100%全部赞成。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正在从便携式武器向重型武器过渡，甚至是向体系作战武器系统过渡。开始交付给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包括18门155毫米牵引式榴弹炮、4万发炮弹、10部 AN/TPQ-36 反迫击炮雷达、2个 AN/MPQ-64 哨兵空中监视雷达、300套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、500枚标枪式反坦克导弹和数千种其他的反装甲武器、200辆 M113 装甲运兵车、100辆高机动性多用途轮式车辆，可能是悍马车。另外呢，还有11架俄罗斯制造的米17直升机、3万套防弹衣和头盔、2000多种光学元件和激光测距仪。美军可能直接从欧洲地区向乌克兰军队移交这些相关装备，并且呢，提供必要的培训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向乌克兰交付重型作战物资，被认为是俄乌战争走向改变的一个重要标志。现在，就算泽连斯基还想与俄罗斯进行谈判，恐怕很多国家，特别是西方国家都已经难以接受了。这有可能会导致俄军在乌克兰的战争陷入更深的泥潭，持续时间不是几十天，有可能是几个月，甚至是几年的大规模战争，而且还将要承受远比现在大得多的损失。俄罗斯的国家实力也将因此而大大消耗。中国要注意的是，美国现在可能通过租借法案援助乌克兰，那么未来就有可能通过同样的法案援助台湾地区当局。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局面出现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能让战争长期化，变成一场消耗战。俄罗斯现在面对的不是乌克兰，而是整个西方国家。美国的租借法案可能就是未来干涉台海问题的一场预演。那么怎么来对付这样的一种情况呢？俄军下一阶段恐怕就应该下定决心，立刻切断西方国家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装备，特别是重型武器装备的通道。而这样的行动
恐怕对我们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